3种早餐堪称肝病推进器，越吃肝越烂。很多人还在天天吃。以前人们常说病从口入，是害怕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吃进去什么有毒的物质。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如今病从口入的概念要更为广泛。有的时候不健康的饮食习惯，或者是某些人不能够食用的食品，也是很容易对于我们的身体带来损害的。而我们的肝脏作为人体的解毒场所，食物中的很多成分都需要肝脏才能够得到分解。一旦我们没有能够健康的饮食，就会很容易使得肝脏出现疾病。其中早餐作为一天中非常重要的一顿饭，我们就要清楚哪些早饭是对于肝脏有害的。3种早餐堪称肝病加速器，越吃肝越烂。1. 油条。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豆浆油条是每日早餐的标配，尤其是豆浆中含有着很高的营养成分，搭配起油条来，可谓是既营养又好吃。但实际上，对于油条，是不建议大家经常食用的，因为在油条当中存在着太多的油脂。当这些油脂在进入到人体后，就会生成很多的脂肪。虽然肝脏是分解脂肪的主要场所，但随着脂肪的含量越来越大，脂肪代谢就会变慢，多余的脂肪就会在肝脏中堆积，很容易引发脂肪肝等慢性肝病。而且，外面饭店炸油条所用的油是经过反复使用的，在这个过程中也会生出一些致癌性非常高的物质。为此，大家在吃早饭的时候，油条一定要尽量少吃一些。2. 牛奶鸡蛋。对此，可能很多人有疑惑，牛奶鸡蛋都是高营养的食物，怎么可能会对肝脏有害呢？实际上，牛奶搭配鸡蛋，对于健康的人是非常有利的。可对于肝脏本身有损害的人而言，却会加重肝脏的负担。这是由于鸡蛋中蕴含着一定含量的氮，是需要肝脏才能够做好代谢。再加上牛奶和鸡蛋中充分的蛋白质，摄入过多还会加重肝脏的负担，从而影响肝脏的正常运行。3. 咸菜。有不少的中年人早餐都喜欢咸菜配粥，这样吃起来有滋有味。但是对于咸菜这种食品，能够少吃还是少吃为妙。毕竟在咸菜腌制的过程中，是需要大量的盐来进行腌制的，在这个过程中就会生成不少的亚硝酸盐，而当亚硝酸盐在进入人体后，又会合成亚硝酸胺，这是一种致癌性比较高的物质，长期摄入是容易导致肝脏癌变的。肝功能如果出现下降，身体的这2种反应要引起重视。1. 尿液发黄深沉。肝功能一旦出现下降，那么它和肠胃之间的通道流通就会出现障碍，于是肝脏分泌出来的胆汁就无法进入到肠胃做越好消化，然后胆汁只好通过尿道以尿液的方式排出体外，这个时候就会加深尿液的颜色。2. 牙龈出血。平常牙龈出血都是口腔方面的问题，但是肝功能在出现下降后，也能够引发牙龈出血的状况。这是肝脏在功能出现问题后，导致我们人体内的凝血功能受到了障碍，引发的异常流血。其中鼻子和牙龈是最容易出现流血的地方。如果发现自己的口腔无缘无故出现流血，说不定就是肝脏的毛病。日常生活中呵护肝脏，
坚持做好这3件事：一、多喝茶水。长期的饮食结构不合理，生活差，让外邪入侵，体内寒气逐渐累积增多，阴阳失调，胆囊收缩机能减弱，胆汁减少，食物停留过久，产生胃的不适。部分胆汁反流入胃与胃酸作用，对胃黏膜屏障产生破坏，形成胃的不适情况。夫甘者，中之浆也，取决于胆，厌为之食。胆汁和毒素是肝分泌和分离出来的，通过胆囊收缩排出体外。胆不好，就会使得部分胆汁和毒素滞留肝内，影响肝的正常代谢，继而导致肝的局部损伤。短期是感觉不到的，其会自行修复。根源在胆，胆调养好了，肝也会逐渐恢复正常。方法总比困难多。很多人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不能因此单个放弃对于胆囊的调理，而是积极对待。在农村有一种野菜，农村人往往在有胆囊不舒服和肠肝不适的时候，用其煮水熬汤，加些红糖一起用。这个菜在苏北较多些，俗称为灌南苦菜。开紫色花，采摘回来后，一般去除杂质后，再晾干，密封保存。以后用时随时可取，原产地江苏灌南。胆好了，其他也就会慢慢好起来的。这些烦恼自然离你远远的。2、多吃清淡。肝脏最忌讳的就是油腻，因此应该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，不仅可以促进消化，还有利于我们人体的健康。然后在早饭方面，推荐大家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，比如说米粥或者是其他谷物，并且减少油腻食物的摄入。3、保持好心情。肝脏作为可以影响到其他器官的器官，是需要保持着疏通的情况。但是当我们的心情出现烦躁或者是波动比较大时，就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肝脏出现郁结，从而致使肝脏出现毛病。因此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让身上处在健康状态下的基本要求。如果这个影片有帮助的话，要记下来或分享给你的亲人知道。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，要留意我们频道更新，记得订阅我们频道和按右边的小叮当留意我们的更新。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频道见。